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猴子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上单兑现情况。上一个视频的话，我是发了狂战，然后它的上单是猴子打剑魔。这局的话，我们就来看看剑魔是猴子是如何去打剑魔的。一级的话是打得过的，因为 Q 技能，猴子的 Q 是前期对拼很猛的一个技能，就 AQA 这一套，然后可以叠那个不灭。对方前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回血能力，还有一个操作空间，所以前期只要你不是吃到他那种3Q 是吧，全部都是核心 Q 打满，其实你对拼的话，猴子是前期是拼得过的。但呢，等他技能好了以后，有大招以后，你就不好去跟他点对点的那个打了。你看这里有了 E 技能以后，他就会更好的去拉扯。这里先升3级。这里 E 上来 W 拉开，残血，对方也很警惕。这里像你打剑魔的话，尽量是用 E 技能去进场，然后运用 W 隐身的一个方式去打一个拉锯，而不是用 W 再用 E 技能。虽然说这一套是肯定伤害会高一点，但你想拉开的话，你肯定会被他多打几下。这种换血是很不健康的。这里可以看到剑魔等级起来以后，技能是吧，你就不好打他了。像现在这个小版本的话，英雄上面梦魇是有被削的，然后杰的话是近期有加强双抗，还有他的 Q 的伤害。像高分段的话，更多的是讲究团队配合嘛，所以像猴子这种打着打着玩到后期的话，就完全是偏功能型，但是伤害其实也不算低哦，但它特别能扛，而且有稳定控制。猴子的大招的控制的话还是蛮稳定的，而且有2段大招嘛。像梦魇的话，就是必须得等大招再去做事情。这里队友应该在打信号，说上路有可能会被蹲，但对面剑魔确实玩得很凶啊。做了个小反甲，因为剑魔的续航回血能力续航还是蛮强的，所以
你要做一个小反甲去限制对方，但对方也做了那个制裁小剑，去限制猴子的利用 Q 技能的一个回血续航能力。啊，两边都吃了果子。哦，喂 Q 空了，这里利用 E 技能刚好上去，躲掉了喂的 Q， 但没办法，两个人的伤害还是很凶。虽然说摁住了大招，但伤害还是血量还是太低了。但其实刚刚那里 E 技能上去，确实算是刚好放出去，然后位又刚好 Q 出来。如果早知道位在那里的话，他其实不应该上去打，就问题没那么没那么难受的。这样的话，上路一塔已经掉了，前期的话进入到一个劣势了。对梦魇的话，强行越塔，带着队友送了一波，还好中单的话是比较稳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方在拿小龙，这里去赶一下对方的那个剑魔。哦，对方没有开始在那里打小龙，现在才碰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回趟家，这样打野不去的话，其实没必要看了的。小龙是拿不了，不好拿的。强行拿的话，有可能又送一波团灭。哦，剑魔这里很鸡贼，你可以看到这些高端玩家，他总是会利用一些地图视野，去故意的骗对方。就比如说，你像如果他跟着兵线过来的话，那你肯定知道他在兵线附近，你往中路一走，然后再穿墙过来，你就会你就觉得他可能会往中路靠了，是吧？这里把日炎做出来，那猴子的推线能力就有个提升了。然后后续的话，把可雪做出来，就那种团战的一个续航，还有其实推线也可能提高自己的推线能力，也能提高自己的一个续航能力。因为可雪的话是有个回血效果。这里直接打上来，配合梦魇的大招，收掉这个剑魔。这里的话没人守中塔呀。其实双人路在中路守住的话，这边再等一波兵线的话，可以把中塔给那个上路一塔给拿到的，就稳稳能拿到。这样的话还培训去一个中塔。
对面剑魔也知道杀不死这个猴子的，所以都不怎么去打他。还是得等后期的一个团战。现在能在线上消耗这个剑魔，其实也 OK。剑魔的发育并没有强到哪里去。这里利用自己肉身，然后往草里面靠，压缩对方，然后把这个草给拿到。因为我这个中路的话，一定要抢到手。就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可以就站住中路，你就可以想接可以往前靠，不想接你就往后撤。但像这里的话，已经肉身位了。那个输出位置脆皮位啊，已经分裂开来了，前排已经两边都岔开了，所以这边开了一个很好的团战。这边球猴哥已经开始在那里指挥队友，然后就是打闪以后，对方没有 C 位，就是已经是收拾残局了。这样打野的话，都可以直接去拿小龙。队友还想去拿大龙，那打大龙的话，没有打野还是比较慢的，必须得等队友到了，就那个打野复活了，打大龙才比较好。而且阿离的伤害不低的，所以有可能会被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面团战里面，就是你猴子能去利用就是自己的坦度去强行撕开一个，把队友的整体的一个阵容往前推进嘛。然后这个过程中呢，猴子如果找到机会，你看没有，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去搅后排，让对方没有抢龙的来机会，但队友的话被剑魔打开了，这样的话龙也没了。剑魔还好收下了。这里的话队友不在，好像开了波团没开好。像这边有一个这么好的前排，其实可以放心的让猴子去搅动对方后排。这样的话必须得等对方大龙，对吧 ？buff。第一条大龙的还好，就是没办法说造成很多的优势。这里的话，对方强上，那这样的话有机会可以反杀他们。第一条小龙其实，你看这里面可以看到优势其实并不是有拉到很厉害。这里的话，强行要把对面追死，但这里面送掉的就是自己的上路2塔。
反推对面的中一塔。哦，还能摸掉这个高地，有射手在4。小龙的话，其实拿掉一条小龙，第3条小龙各拿一条小龙的话，其实小龙并不是很重要的。这里的话，强行啊来骗单带，要骗对方过来，然后后面有打野在，对面如果不过来看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2塔给收掉。啊，队友的话好像被开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单纯的被赶开了。上路有4个人，这里的话中间直接随便开一个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拿龙也无所谓，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大龙了。4个人，然后这里猴子1个人去可以拖住对面4个就可以了。哇，这里的话可以看到。第2条大龙就因为通过一些运营的方式，来让对面掉点，然后这条小龙其实就是收益已经并不大了。只不过如果说啊大家都就是优势很大，然后没什么资源才去拿小龙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